提起李斯丹妮，很多人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来的词大概是酷飒舞台爆发力。但如果你愿意把时间轴拉长，仔细去翻翻他这10几年的轨迹，就会发现他身上那种让人挪不开眼的劲儿，真不是靠团队包装硬凹出来的，而是实打实用汗水、低谷和一次次自我推翻熬出来的。说实话，在这个造星速度按天计算、标签贴了又撕的娱乐圈里，能静下心来把音乐和自我当成人生主轴的艺人，其实并不多。而他偏偏选了这条路，还把理想这2个字硬生生扛在了自己肩上。今天咱们就顺着他的舞台轨迹、音乐执念、生活哲学和时尚态度，慢慢聊聊这个姑娘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不可能走成理所当然的。你细品她的成长路径，其实早就给当下浮躁的行业生态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样本。把时钟拨回2011年，快乐女声的灯光打在脸上，那时候的李斯丹妮站在台上就像一张还没来得及落笔的白纸，青涩带着点生猛，但也透着对舞台最原始的渴望。9年后的2020年，乘风破浪的姐姐开播，她以练习生的身份再次登场。这时候的她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凭直觉往前冲的女孩了。12年的时间听起来不长，但在演艺圈这个高压锅里，足够把很多人磨平棱角，甚至早早退出牌桌。可她偏偏逆着来，把每一次排练室里的汗，每一次公演后的复盘，都当成了升级打怪的经验包。从会唱会跳到唱跳俱佳，这中间的质变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实打实的肌肉记忆和舞台感知力。你去看他现在的现场，卡点准得吓人，气息稳得像开了挂，但最抓人的其实是那种收放自如的掌控感。说实话，每次看他的舞台直拍，我都能感觉到一种很纯粹的野心，不是非要压过谁，而是我必须把这场演出做到我能力范围内的极致。这种对专业的死磕，在流量更迭比翻书还快的今天，真的挺让人佩服的。他用自己的12年证明了一件事，舞台从来不会辜负那些愿意一遍遍重来的人，时间只会把真本事筛出来，留给愿意等的人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李斯丹妮的微博背景图常年放着一张亮着微光的 DJ 台，那不是随便选的装饰，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言。音乐对他来说，不是工作清单里的一项任务，而是拖住他整个人生状态的承重墙。你问他遇到瓶颈期怎么办？情绪低谷怎么熬？他的答案特别简单，戴上耳机，把音量推上去，让节拍把自己重新拽回地面。他自己说过一句挺打动人的话，音乐可以让我保持兴奋，像给生活按下了重启键。这话听着随意，但细品全是过来人的通透。在这个人人都在焦虑下一站去哪的行业里，他反而把音乐当成了避风港。不开心的时候，不靠外界安慰，而是让鼓点和贝斯替自己说话。状态好的时候，也不飘，依然回到节拍里找平衡。说实话，这种把热爱当成情绪管理工具的能力，真的不是谁都具备的。我总觉得，现在的年轻人太容易被外界的声音带着跑，今天卷这个，明天焦虑那个，反而忘了给自己留一个静音键。李斯丹妮的聪明之处就在于，她早就把音乐内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表演道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哪怕舞台之下，她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在线状态，不是那种紧绷的焦虑，而是一种对明天依然有期待的热望。这种状态比任何鸡汤都管用，也恰恰是艺人能走得长远的核心底盘。聊到李斯丹妮的生活哲学，我觉得最戳人的是他对理想这2个字的理解。他不觉得理想是生活施舍的，也不指望外部环境能给自己铺好红毯。在他看来，理想是自己心里长出来的，哪怕外面风大雨大，只要内核那团火没熄，人就不会垮。所以他把时间切得很碎，却也安排得很满。健身、练舞、啃剧本、学摄影，看起来杂七杂八，其实全是在往自己这块土地上扎根。你细想，这年头多少人把精力耗在讨好算法、迎合市场、经营人设上，他却反其道而行，把每一次尝试都当成向内生长的养分。破茧的过程肯定疼，但疼过之后长出来的是实打实的底气。说实话，每次看到他分享日常训练或者幕后花絮，我都能感觉到一种很踏实的力量。他没有把进步当成对外展示的筹码，而是当成对自己负责的仪式感。这种不靠外界给安全感，自己给自己建成重墙的活法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简直是一股清流。其实吧，人这一生能掌控的东西本来就不多，能把自己的节奏稳住，比什么都强。他把这些看似分散的爱好织成了一张托底的安全网，让每一次跨界，每一次试错，都不再是冒险，而是自我拼图的一块。理想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，而是你每天醒来愿意为之早起10分钟的那份执着。
时尚圈总喜欢给人贴标签，但李斯丹妮偏偏是个撕标签的高手。之前她上身 Michaela 22春夏航海系列，那套 look 一出来，我就觉得特别对味。剪裁利落，线条干脆，但穿在她身上，偏偏又透出一股不想被框死的劲儿。镜头里的她，酷是底色，勇是锋芒，可仔细看眼神，又能读出一点藏不住的温柔和坦然。她敢把锋利的自我直接穿在身上，也敢在高清镜头前不修边幅地露出真实的皱褶。这种无需被定义的底气，真不是靠造型师硬搭出来的，而是她在音乐和时尚两条赛道上摸爬滚打多年，慢慢熬出来的审美自觉。你发现没有，真正会穿的人，从来不是衣服穿人，而是人穿衣服。李斯丹妮的时尚态度，其实和她做音乐是一个逻辑，不迎河流水线审美，不追逐爆款公式，只忠于自己的呼吸感。说实话，现在的杂志封面和红毯秀，看多了容易审美疲劳，千篇一律的精致反而少了点人味儿。但她不一样，她身上那种带着粗粝感的真实，恰恰成了最稀缺的时尚语言。我每次看她的大片或者活动路透，都觉得她不是在展示造型，而是在表达状态。这种从内而外长出来的酷，不靠堆砌大牌，也不靠硬凹态度，就是单纯的我知道我是谁，并且我接受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，无论潮流怎么变，她总能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坐标系里，不被风带跑。从选秀舞台的追光灯，到杂志封面的定格镜头，从即兴敲下的鼓点，到被海风吹得鼓荡的衣料，李斯丹妮用12年走了一条不算拥挤，但足够扎实的路。她早就把时尚和音乐这两个词，从行业术语变成了自我表达的载体。真正的时尚，从来不是标签的堆砌，而是把自我主张妥帖地穿在身上。真正的音乐，也从来不是技巧的炫耀，而是让情绪落地生根，长出能共鸣的枝蔓。他还在往前跑，下一首单曲的编曲还在打磨，下一次舞台的走位还在调整，下一场秀的灯光还没亮起。但没关系，节拍没停，风就没歇。说实话，在这个人人都想走捷径的时代，愿意慢慢熬、稳稳走的人，反而走得更远。李斯丹妮的故事，其实给所有还在路上的人提了个醒，别管外界怎么定义你，把节奏握在自己手里，比什么都强。等到风停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曾经扛在肩上的理想，早就长成了你翅膀的一部分。